嗨，大家，我是凯。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超级简单又低卡的生酮白吐司和一款很多人叫我做的生酮改亚，也就是椰奶酱，是一期凯非常期待分享给大家的生酮食谱哦，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低碳、无糖的健康食谱，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来分蛋，这个食谱会用到3颗蛋，生酮白吐司用到蛋白，无糖椰奶酱用到蛋黄，以后有用剩的蛋黄或蛋白就可以拿来做。我们先来做无糖椰奶酱，把3颗蛋黄打散。传统咖亚是用椰糖来做的，我们这次就用一款简单的生酮焦糖来代替，所以需要少许黄油25克。接着称60克的阿洛酮糖，做生酮酱料一定要用阿洛酮糖，真的找不到就可以用木糖醇。用赤藓糖醇或罗汉果糖做出来容易发硬结块，口感不好。接着就是150克的椰奶，也是这无糖咖亚的主要风味来源，所以不可以替代哦。再来就是3片斑斓叶增香，以前我一直以为斑斓叶也是主要风味来源，但那天妈妈跟我说她做的咖亚没用斑斓叶也非常好吃，所以没有的话也可以省略。先把它掰短一些备用。在锅里放入黄油，开火加热融化，再倒入阿洛酮糖，用刮刀不断搅拌，压散结块的代糖，让它更快融化。其实单用阿洛酮糖也能焦化，凯之前试过几次，但是做出来的焦糖容易发苦。加入少许黄油，里面的乳固体也能帮助焦糖焦化，减低单用阿洛酮糖做焦糖发苦的几率。慢慢的焦糖开始融化变深，冒泡是黄油里水分蒸发的迹象。接着我们就可以倒入椰奶和斑斓叶，用刮刀搅拌均匀。有的人会把斑斓叶打碎加进去，凯之前也试过，但除了要搅碎过滤步骤比较复杂，做出来的咖亚也容易有苦涩的味道。加热到焦糖和椰奶都均匀混合，沸腾，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可以先放置5分钟，让它降温一下。接着拿出刚刚准备好的3颗蛋黄，边用打蛋器搅拌，边慢慢加入焦糖椰奶，一次加入蛋液可能就会结块了。测一下蛋液温热了，就可以重新倒入锅里。接着开小火搅拌。在做咖亚的时候，很多人会很注重要隔水用非常小火加热，来保证质地能顺滑。但是这也是因为通常用的是全蛋液，单用蛋黄做出来的咖亚除了更香浓，也能大大减少结块的可能性。如果小伙伴们的咖亚不小心煮结块了，也别太担心，能用电动搅拌器来补救哦。椰奶酱开始变浓稠，我们得勤搅拌，让整体能均匀受热凝固，直到差不多这样就好了。凯的椰奶酱都会冰箱冷藏，放凉了还会再变浓稠。咖亚没那么烫手了，就可以把斑斓叶一根一根拿出来。放碗里，盖起来备用。这时候我们来做生酮白吐司，在碗里称15克代糖，1/4茶匙泡打粉，3克磨碎了的洋车前子和20克的燕麦纤维，也就是让这个生酮吐司偏白、热量又低的主要原料。关于燕麦纤维的用途和牌子推荐，可以看之前写过的文章。和少许盐巴调味，这个配方是偏甜的吐司，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调料哦，像是加点香料或蒜末之类的。刚刚的蛋白里还加了1/4茶匙香草精去除蛋腥味。用打蛋器大概混合一下，加入干料，继续搅拌均匀。这是面糊最后的质地。我们需要用到可微波的模具，开的这个是12公分边长的方形玻璃模具，底部垫张烘焙纸容易脱模，边边也抹上黄油防粘。把面糊倒进去，用刮刀铺平，最后震几下，送微波炉加热1到2分钟，直到定型，像这样。放凉后脱模，这是底部，然后把吐司横着切成2片。这是生酮吐司的质地，虽然没有人间白吐司柔软，但是已经非常相似了。经典的新马式早餐就是要把吐司烤一下，才直接上锅烙，两面上色发脆就好了。涂上椰香浓郁的生酮咖亚，一片冷黄油，还不小心切厚了。另一片盖起来，切半。我们的生酮白吐司配无糖咖亚就做好了，冷热交加，椰香、奶香、焦糖香爆棚，太满足了。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那我们过几天见咯，拜拜。